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今天是2022年的2月23号，今天是星期三，每天晚上10点30分，台湾时间，理查老师会在 YouTube 还有脸书教大家中文。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新 HSK 7到9级的词汇。好，那老师先跟大家打招呼。第一位同学是赛琳小土豆 Ola， 赛琳你好，还有 Grace 你好 Mingalaba， 还有 Hardwin 小朋友，还有雪峰 Sikon Mingalaba， 还有嘉欣宋平小土豆欢迎，还有裴静小土豆 Christina 小土豆来自爱尔兰的 Christina， 还有 Sawadee Krop 春娇你好， Alice Brass 你好， Cartini 你好。好，那各位同学，这个还有米磊说老师晚上好，我点赞了。好，各位同学，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你们一定要帮老师点赞，然后要分享，要 share， 还要关注。然后呢，你也可以下载这个 Handbook Free Application， 这是一个 Chinese Free Dictionary Application。那你下载之后，请你使用老师的 Invitation Code VIP111。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你可以下载看看哦。好，还有海山小土豆，好，谢谢海山支持我。还有我们的 Huzefa 你好，还有 Lena 你好，桂芳小土豆欢迎，还有 Tom 你好。好 Tom 明天要跟老师一起上课Tom 老师明天直播课会邀请 Tom 还有 Ben 老师一起来上课。还有安蕊小土豆欢迎，还有 Two 同学你好，阿能明格拉巴，还有脸书的朋友，各位同学在脸书也可以看到老师的直播课哦。好，那脸书的朋友是Beatrice 你好。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新 HSK 7到9级的词汇哦。好，新 HSK 7到9级高级词汇。那老师今天说话会快一点，因为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Advanced 高级词汇。好，那跟老师一起念这3个词汇。第一个叫做榜样，榜样，榜样。好，第二个词汇棒球，棒球，棒球。第三个词汇棒，棒。好，那么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叫榜样，榜样。榜样是个名词它的英文是 example or model. Actually that means model example. 榜样的英文是 model example. 榜样。什么叫榜样呢？就是可以让别人学习的对象。榜样是什么呢？老师告诉你榜样就是可以让别人学习的对象，可以让别人学习的对象就是榜样。好，比如说，好，什么叫做榜样呢？榜样就是这个人做的事情很好，你可以学习他你可以学习他，这个叫榜样。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向才好了，向才每天都读4个小时的中文，哎呀，真是好。所以我可以说向才是我学习的榜样向才是我学习的榜样，因为他做了很好的事情，很值得你学习，让你可以去学习他，因为他做了很好的事情，你可以去学习他，这个叫榜样榜样。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对，榜样的量词是个，一个榜样，2个榜样，榜样的量词是个。大致很用功，是我们的好榜样。大致很用功，是我们的好榜样。
好，大致是我们同学的名字，对不对？很用功，用功就是 study hard， 很用功 study so hard， very diligent， 很用功就是拿着书出来一直读一直读，非常的用功读书，用功学习 study hard， 是我们的好榜样。好，各位同学，榜样这个字前面常常会加上好或者是坏，可以是 bad example， 可以是坏榜样，所以榜样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好榜样 good example， 你也可以说坏榜样 bad example， 所以这个 model example 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OK， 好，理查老师是中文老师中最好的榜你可以加个中这个 Tom 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是中文老师里，理查老师是中文老师中最好的榜样。 Really？ 理查老师是吗？好，安蕊说前辈们是你们的好榜样，要向他们多请教。好，安蕊这个句子非常好。好的，这位同学说我是何木，我是新来的，好，欢迎你新同学。还有Lana 老师是我们说地道汉语的好榜样。 OK， 很好。好，这位新同学叫做苏维凯，苏维凯同学是我的小土豆欢迎你维凯。好，还有 Priscilla 小土豆也来了，还有我们的贝拉尔也来了，欢迎好 OK， 还有我们的 Sliber 你好， Slimber 你好， Lapsen 你好，还有我们的 Miet 你好，立新小土豆你好， OK， 还有我们的 BAIG 你好，还有 Dana， 好，欢迎你们好的，那这个雪峰这个句子说我的朋友是榜样，我们不会这样说，所以各位同学，现在老师要教你们怎么使用榜样。 So let's talk about the grammar point。 好，第一个语法点就是主语是某人的榜样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 is 某人的 someone's 好榜样 good example， 主语是某人的 maybe that's bad 可能是不好的榜样，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说坏榜样，你也可以都不要，你也可以说八八八是某人的榜样 mostly that's you're talking about a good example。 如果你不说好，你也不说坏，那通常是好的 mostly that's good example。 OK， if you don't use 好 or 坏 then mostly generally normally you're talking about a good example。 OK， 好，那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说主语做某人的好或者是坏榜样都可以，你可以用是，你也可以用做，英文就是 be or set。 好，来，老师给你一个题目，你试试看莎莎常常偷懒。各位同学，莎莎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常常就是 often， 偷懒就是她有时候很懒 sometimes she is lazy。 莎莎有时候在偷懒，她有时候很懒 slack off。 偷懒就是不做事情，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偷懒 be lazy。 好，题目是大家 everyone， 大家榜样榜样的坏 bad 坏，他是好，各位同学请问答案是什么呢？好Christina 说莎莎常常偷懒，她是大家的坏榜样 She is our bad example。 坏榜样就是不好的榜样好 Two 同学，她是大家的坏榜样，不要学习她。如果她是坏榜样，那我们不要去学习她，我们不要学习她。好 Abir 她是大家的坏榜样 Very good。 好 Marcel 莎莎常常偷懒，
他是大家的坏榜样。各位同学，所以他是大家的坏榜样。这是我们第一个语法点啊 This is our first grammar point. 好，宜兴说，莎莎是大家的坏榜样 ，bad example。所以各位同学，榜样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OK， 好，向才说他是个吸毒的人，也是个坏榜样，千万别跟他交往。好，向才这个句子很好，不过你可以说他吸毒就好了，不用说他是个吸毒的人哦，他吸毒就可以了。他吸毒也是个坏榜样，千万别跟他交往。好，雅正来了，雅正小土豆哦。好，他的工作表现好 ，Marshall， 你可以说工作表现很好哦，工作表现 performance，OK， 工作表现很好，是大家的好榜样，是大家的好榜样哦。好，这个 Marshall， 你可以说他的工作表现 like work performance。好 Marshall， 他的工作表现很好，是大家的好榜样。OK， 莎莎，诶，我是不是怎么变叔叔了？莎莎 ，Let me try。啊，对，这才是莎莎哦，莎莎 ，sorry， 莎莎，好，莎莎了啊。好，海山说，老师，你的莎莎拼音写错了，老师忘了改了哦。好，谢谢海山哦，现在老师改对了，莎莎，莎莎，莎莎，好，谢谢我们的海山同学。拉娜说，父母经常吵架，他们是，Lena， 你只要说他们是孩子的坏榜样就可以了哦，他们是孩子的。所以各位同学 ，remember this grammar point， 他们是孩子的坏榜样。OK， Lana， 父母经常吵架 ，the parents always fight， 他们是孩子的坏榜样就可以了。请你们尽量来用这些 grammar point， 比较地道哦，这些 grammar point 比较地道哦。好 ，OK。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好 ，OK，Grammar Point 2， 第二个语法点，你可以用主语，然后呢加上为某人 for someone， 为就是 for， 为某人树立。各位同学特别注意，树立就是 set up，set up。所以树立的意思有一点，这个树是 tree， 对不对 ？So it's like set up, like erect, set up， 树立就是 like set up a good example, set up a yeah。各位同学，树立一定是好的哦。如果你用树立榜样，一定是好的。树立这个词是很好的一个词，它是个动词 ，like set up。那不过各位同学注意，这个只会用在书面语啊，只会用在 written language， 所以我们可以说 someone 为某人树立好榜样 or 树立榜样。When you use 树立 this is positive, this is something good, and you oftentimes that's good example of it. OK， 树立榜样一定是好的啦，不会是不好的。所以树立这个词是 very good verb. So oftentimes you're talking about good example. 通常是好榜样。不过树立是个 written language， 它是书面语啊，书面语。好，那你常常会看到树立榜样这样的句子，记起来。好，老师给你一个题目，应该 should 应该树立set up， that's a verb set up。父母 parents 父母，爸爸跟妈妈叫父母，为孩子 for their children 为孩子，好榜样 good example 好榜样。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
OK， 贵方说，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诶，怎么多个的？贵方你多了个的哦，树立好榜样就可以了哦。好，宜兴，父母应该为孩子 ，very good.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for someone， 你要放在主语后面哦。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 ，very good. OK，Norbert，Norbert 来了哦。父母Norbert， 我们要先说应该哦，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好 ，Norbert 你改一下。Hardwing， 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Good。好 ，Chen Yanting， 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Very good。And Fam， 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雅正，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好 ，Slimber， 你有个错字哦，应该的应写错了。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高杰，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还有我们的 Say 同学，父母应该为孩子树立好榜样。Very good。好，各位同学，树立榜样是一个书面语的用法，不过你常常会在 newspaper、TV station、TV news 看到这样的一个词，树立榜样 ，set a good example。好 ，OK， 了解哦。那我们再往下看，第88个词汇，好简单哦。这个词汇太简单了哦，棒球 ，baseball， 好简单。这个怎么会在HSK 7到9呢？这个词汇太简单了哦。好 ，baseball 棒球，棒球。好，棒球可以是指这一颗球，也可以指的是一个 sport， 指的是一个运动。所以棒球可以是那个球哦，那个球可以叫棒球。这个是棒球吗？这个好像是，这个看起来不像棒球，这个是棒球哦。好 ，OK， 改一下好了。好，这个才是棒球嘛哦。好，一颗棒球，棒球可以是这颗球，也可以是运动，也可以是个 sport。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昨天的棒球比赛，因为下雨，下雨是 rain， right？ rain， 取消了。各位同学，什么叫取消 ？cancel， 取消就是不办了哦，没有了，没有棒球比赛了，取消了就是没有了哦，没有了。好，昨天的棒球比赛因为下雨 ，because of the rain or due to the rain， 因为下雨了就不能够举行棒球比赛了，对不对？所以就取消了 ，cancel，call off， 取消就是不办了，不举办了，不举办了哦。OK， 昨天的棒球比赛，棒球比赛就是 basketball game。好，因为 because of 下雨 rain 取消了。好，取消这个词你要记起来哦，取消就是 call off or cancel。OK， 好，这个词要会哦。我可以说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取消了，那表示今天老师就没有上课了哦。如果我说今天的直播课取消了，那老师的意思就是今天没有直播课了，今天没有了哦。好，取消就是 cancel or call off。好，哦，春娇说我很喜欢看棒球比赛。安蕊说我被选入世界棒球赛。好，那个不用加笔哦，世界棒球赛就可以了。对，取消就是 call off。我明天要去看棒球比赛，很好的句子 Grace。通通就是 completely， 通通就是全部的意思哦 ，the whole 全部，通通就是每一个都要的意思哦，每一个都要的意思哦。好 ，Lena 说经理应该为员工树立努力工作的榜样，很好的句子 ，OK， 很好的句子哦。好，理查老师是学生们的好榜样就好了。哦，理查老师的学生 ，OK， 理查老师的学生就好了。
理查老师的学生是我们的好榜样。理查老师的学生是我们的好榜样。因为理查老师的学生都非常努力学习中文，所以理查老师的学生是大家的好榜样。Very good。好，各位同学，我们来学习一些跟棒球有关的 terms。好，第一个，棒球的量词，你可以用个，你也可以用颗。颗就是这个，颗也是个量词哦，像圆形的东西，小颗圆形的东西都可以用颗。你可以说一颗棒球，你也可以说一颗石头，对不对？哦，one stone，OK，一颗石头。你也可以说一颗石头 ，like one stone。一颗棒球，一颗石头。好 ，OK， 一颗棒球 ，a baseball， 一颗石头 ，one stone， 颗小的东西可以用颗哦。你也可以说一个棒球。好，他是我们学校的棒球选手，很好。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棒球选手吗？棒球选手就是 baseball player， 棒球选手 baseball player， 棒球选手。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要 play baseball， 我们中文用打的，打棒球。中文运动的东西都用打的，打棒球、打篮球、打乒乓球、打板球，我们都是用打的。打就是 play baseball。好。那你们知道这个是手套，这种手套叫棒球手套，棒球专用的 ，specifically for baseball， 这个是棒球专用的。老师刚刚说专用就是like be specialized for 专用，打棒球专用的手套。不是这个球，是这个球，球是 ball 呀。雪峰，你说的是这个 ball 球好，专用 be specialized for 专用一棵树的棵不一样棵是这个木字旁的木字旁的不一样这个量词是另外一个字。理查老师会不会打棒球？不太会耶，理查老师很少打棒球好，我们第一个是棒球手套，手套就是这个就是手套理查老师戴的这个也是手套手套。那这个棒球用的手套叫棒球手套。那如果是个 baseball game， 我们可以说棒球赛，或者是棒球比赛，都可以。棒球赛比较常用棒球赛 baseball game， 棒球比赛。好，我们再往下看那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棒球啊？你们应该看过棒球，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叫 pitcher， 中文要怎么说吗？这个叫投球，这个 action， 这个 move， 我们中文叫投球我们叫投球投球。好，我们中文可以说 like throw or pitch a ball。OK， 我们这个动作 pitch a ball 叫投球，所以这个人叫投手。OK， 这个人叫投手pitcher， 这个人叫投手，他会投球，投手会投球，这个动作 throw the ball， pitch a ball， 投球。好，所以这个人你们知道的叫投手，投手。好，那这个呢？你有看到这个人他会比这个对不对？然后他会接投手投的球，投手投的球他会接住，这个叫捕手 catcher， 这个叫捕手知道这个人吧？捕手好，这个人叫捕手。那他后面这个人叫裁判，裁判 umpire， 裁判。好，那你们懂意思了。投手，捕手，捕手捕手。那我们还有 umpire， 裁判，裁判。好，
Slimber 说足球中可以用投球，不可以，我们要说踢球。足球比赛的话，我们要用踢的哦。用脚的话，用脚的运动我们都用踢的。用脚的运动哦，用脚的运动我们要用踢的。所以我们要说踢球或踢足球哦，踢足球。用手的就是用打的哦。好的，这个维凯说，我从来都不明白棒球是怎么打的哦，所以维凯应该是没有打过棒球哦。好，那各位同学，用脚的运动我们用踢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踢球，不可以投球，投球一定是用手，投球一定是用手。那足球我们说踢足球，用脚的运动我们就用踢的。踢球、踢足球。好，那扔球啊，像才扔球比较不像比赛用的，投球是比赛 ，like a basketball game 比赛。哦，投球、投篮，像我们篮球也是用投的，扔球好像是 just like a game only， 好像一个小游戏而已，不是正式的。扔球不是正式用的。所以呢，我们会说扔球，但是呢，好像小孩子在玩球而已。扔球跟玩球的感觉是一样的哦。好，你为什么要扔投手？你要投球 hard wing， 不是扔投手。扔投手是 you throw something at the pitcher。如果你要扔投手，你是这样，你要扔东西到投手身上了哦。为了打棒球，你需要一个棒球，你也需要一个棒球手套。OK, good， 可以。好，帽子啊，这个捕手的帽子可能叫头盔吧？I think that's 头盔。啊，阿能，我觉得应该是叫头盔了啊，头盔。这个应该比较像头盔吧？啊，好，阿能你自己去查一下好了啊。这个捕手头上戴的帽子，还有裁判头上戴的帽子哦，这种帽子应该叫头盔吧？叫头盔，头盔，头盔哦。那这个投手戴的帽子你们都知道，英文叫 cap， 中文叫棒球帽，中文叫棒球帽哦。投手戴的这种叫棒球帽。那捕手这种戴的要保护他的头的哦，头盔可以保护裁判还有捕手的头部，所以这个叫头盔，头盔哦，头盔好，不是安全帽，安全帽是你骑车的时候戴的哦，安全帽是helmet， 你骑车的时候戴的哦，你骑车的时候戴的。好 ，strike strike 是好球啊 ，strike 对吧 ？strike 是好球嘛？哦，好 ，strike 我们中文叫好球。那另外一个坏球，对不对？好球，坏球是什么？坏球的英文怎么说？坏球，坏球的英文我不晓得怎么说。坏球的英文，好球 strike 哦，坏球是我看一下，坏球的英文是什么 ？bad ball 吗？对啊，对啊，就是叫 ball 吧，对不对？哦，叫 ball 嘛。strike 是好球哦，好球。好，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哦。好，这个刚刚裴静问了一些问题哦，我们来看一下中文怎么说。好，这个对 ball 是坏球，对。好，这个裴静刚刚问老师，中文的 strike 怎么说 ？strike 叫好球。那如果是三振，三振就是 like four strikes，right？ 那这个叫 three，OK，three strikes 叫 strike out， 中文叫三振，三振，因为有 three strikes， 所以叫 strike out， 三振。那我们还有一个叫坏球，就是 ball， 还有 foul 叫界外球，界外球哦 ，foul 叫界外球，好球 strike。
三振 strike out， 坏球 ball， 界外球 foul， 界外球。好 ，OK， 了解了哦，懂了，可以了吗？好，了解哦，好 ，OK， 好，那老师再念一次：投手、裁判、捕手。好，我们再看，那这个 batter 是什么呢？这个叫打击手，打击手，大陆应该说打击手。好，我们在台湾会念打击手，那你也可以叫打者，可以叫打者，打者，打击手，或者是打者，打者 batter， 挥球棒的人哦，这个叫挥 bat the bat，OK， 这个叫挥。我们可以挥球棒我们可以说挥球棒。这个 bat 英文叫中文叫球棒，英文叫 bat。好的。好，那各位同学，这个你像这个打者他会挥这个动作叫挥球棒 bat a bat， 那这个东西叫球棒球棒，这个东西叫球棒球棒 bat。 好，听得懂吗？好的，没问题好，老师是用什么字形？好，这个 Schofield 你在直播课后再 comment 给我，老师再告诉你好不好这个比较复杂你在 comment 直播课后你再 comment 给我，老师再告诉你是什么字形好，了解了。那各位同学，如果你是把球打击出去之后，哇，球飞得好远好远好远这个叫全垒打 home run， 全垒打，全垒打全是 like whole， 垒是那个的 base 这个垒是那个垒包 base 这个垒的话，我们中文的意思是垒包垒包 the base。那因为这个打棒球有4个垒包，对不对好，来垒包垒包就是那个 base， 所以全是 the four the whole all bases， 所以这个叫全垒打home run， 全垒打，全垒打，好 home run， 全垒打。请问裁判大声叫 strike 是一个音节，但是好球词有2个音节。好球就讲他会这样好球这个 Brad 我们这个打棒球的时候，裁判会这样好球就会这样喊呢对啊，坏球会这样喊呢他会这样喊呢所以他会这个中文就这样直接喊好球，然后就三振，他会有一个手势，他有个 gesture 所以他就念好球三振，他会这样喊他会这样喊。好，他是打者，对，他是打击者。好，了解了OK， 好的，打击手，打者，全垒打。好 OK， 可以了，没问题。好，那我们看第89个词汇叫磅。磅 OK， 磅是一个 measurement of weight， measurement 的 unit of weight， pound 的意思磅。好，这个是个重量单位我们中文说 measurement of weight， 重量 unit of weight， 中文说重量单位重量单位 like unit of weight。 好，码是重量单位好，重量单位 unit of weight， 磅磅。好庆莹问说 home base 叫本垒板或本垒， home base 叫本垒，你也可以说本垒板好，这个叫 home base。 好，来庆莹老师回答你的问题home base 的
中文怎么说？我们说本垒 like original base original base， 所以这个 home base 我们中文叫本垒，或者是本垒板都可以，本垒。好的，那各位同学，你知道1磅等于几公斤吗？老师告诉你哦，1磅等于几公斤呢？老师看一看。好的，现在老师给你一个 sentence， 你就知道1磅等于几公斤了哦。好，各位同学，1磅大约 approximately nearly about 1磅大约等于叫 equal to 1磅大约等于 0.45 公斤，1磅大约等于 0.45 公斤。好，1磅好，听得懂吗？1磅大约等于 0.45 公斤。好，工人称了称货物，一共是100磅。好，工人称了称货物，一共是100磅。好，工人就是 the worker， 称。各位同学，这个字特别注意，在有些地方它会念称，不过它的正确的发音是称称。不过很多地方真的很多地方母语者会念称，所以都可以。正确的发音是称称，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华人会念称，很多母语者会念称，都可以啦你要听得懂就好了。正确的发音是称好，工人称了称货物，货物就是 merchant or good。好，一共就是 in total， 一共是100磅。OK， 100 pounds， 一共是 in total， 一共是100磅。好，称就是称重量的意思称重量。你看，它会把东西放在秤上面称重量工人把货物放在这个叫磅秤，等一下老师会教工人把货物放在秤上面称重量好的。称了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称一下称了称就是称的意思啦，就是把东西放到这个 scale 上面去称重量称重量。好的，对，把磅算成公斤，把磅换算这个 bread 我们会说换算，把磅换算成公斤好麻烦换算。好，那个 bread 我们中文会说换算 ，like two different measurements, two different units, we can use 换算 ，OK。好，我们往下看，来，各位同学，磅可以当动词，不过呢它是一个 regional usage， 有一些地方可以啦，像在台湾磅是不当动词的，但是有些地方在中国有一些地方磅是可以当动词的，它是个 regional usage， 可以的所以它的意思跟称是一样的。什么叫称？就是把东西放在磅秤上称。比如说这个是磅秤，老师把东西放上去，老师在称笔的重量if this is a scale， 老师在称笔的重量，好 OK。 好，那各位同学，磅 in some regions people use it as a verb. It's okay, it's quite understandable. 好，我们看一下题目，一下，你的，磅，体重。好，答案是什么？Norbert 说那种磅是哪一种磅？每个国家磅的重量不一样，我也不晓得耶。I'm not good at this kind of measurements， 我也不清楚好 OK， 永祥说磅一下你的体重
Okay, remember this is a regional usage. Not every place use 棒 as a verb. 不是每个地方都把棒当动词的，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奇怪。那你们会问老师说，老师，那如果有的地方是不用棒 as a verb, then what should I use? 请你用称。你可以说称一下你的体重，比较多人用。你甚至会听到有人念称，很多人会念称一下你的体重。称是最常用的，棒是有些地方才会当动词，所以在有些地方你会听到棒一下你的体重。It's understandable. 那大部分的地方我们会说称一下你的体重，还有人会念称一下你的体重，那你都要听得懂，哦。好 ，OK， 对，磅一下你的体重。好 ，Zico 你的磅写错了哦 ，Norbert， 磅一下你的体重。那各位同学，其实我们更常用的是称一下你的体重，你也可以念称一下你的体重，正确的发音是称。但是很多地方会念成称哦，很多地方会念称一下你的体重。那有些 regional usage， 磅一下你的体重，那表示你要怎么样？你要北京的话应该会用称吧，称一下你的体重，称一下你的体重。好，那你听到了说，诶，称一下你的体重，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站在体重秤上哦。如果有人说，哎，磅一下你的体重，称一下你的体重，称一下你的体重，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站在你的体重秤上，体重秤上面哦，这个叫体重秤哦，体重秤。好，对，磅一下你的体重。Tom， 这个秤哦又不太一样了。Tom， 你的这个秤是用在称菜啊，这个有点复杂。好，来，这个因为这个 Tom 用的这个称哦，老师告诉你这个称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哦。Tom， 我告诉你哦，你用这个称，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哦，好，好 ，OK，Tom 用的这个称哦，那中文很复杂哦，中文真的很复杂。Tom， 如果你用这个秤，你是用这个东西去称哦。哦 ，Tom， 称用这个去称哦，你是用这个东西去称哦，这个叫称哦。好 ，OK， 好，对，台湾都用称哦。好，那 Tom， 如果你用这个字称，那你用的是这个东西，你用的是这个东西哦。好，好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用秤，对，在台湾我们用秤。那老师觉得磅比较少，所以它是个 regional usage， 有的地方用磅一下吧，很少，但是有，所以你要听得懂哦，你要听得懂。OK， 体重秤，好，体重秤哦，上海跟深圳啊，哦，可以用量，很好，可以用量。量也可以，量一下你的体重，量就很多地方用了哦。好，这个 Slimber 很好，各位同学，量可以量一下你的体重，也可以量一下你的体重，用量也是很好的字哦，量也可以，量一下你的体重，量也很多人用哦，可以。好，你也可以用量一下你的体重吧，那你就要站上体重秤哦。好，量也可以，很好。量也可以哦，好 ，OK， 没问题哦。好，谢谢 Anus。哦 ，Thank you very much。好，来，各位同学，我们中文说磅秤，磅秤是这个东西叫磅秤哦，你们有看过这个东西哦？这个叫磅秤，磅秤。那这个呢？这个东西是让你量体重的哦，这个东西是让你称体重的。这个东西我们叫体重秤，其实在台湾我们会叫体重计 ，Tom， 在台湾我们说体重计，在大陆比较常用体重秤，体重秤，在台湾我们说体重计，体重计。所以如果你在大陆的同学们，
你用体重秤。你在台湾的同学们，请你说体重计哦，用法不太一样，用法不太一样。好，对，我们不能用这个我们那个东西不会量体重，是量菜啦，量黄金用的啦。哦，好 ，OK， 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好了，那我们来考试了哦。Quiz time，Quiz time，OK，棒，榜样，榜样，棒球，棒球。我们的题目是王波波的勤奋为其他人树立了王波波的勤奋，勤奋叫 diligence or hard working， 勤奋为其他人 for other people， 为其他人 for other people， 树立了什么？答案是什么？好，王波波的勤奋为其他人树立了什么？好，来告诉老师你们的答案吧。榜样，榜样。好，大家都选榜样，对不对？榜样，榜样。好，高杰、春娇，还有我们的郝真。好 ，Brad 说树立了榜样 ，very good。好，好，各位同学，你用树立的时候 ，absolutely，you're talking about a good example. When you use 树立 you're talking about good example. OK， 你也可以说树立了好榜样，也可以，你可以加个好，你还可以加一个好，树立了好榜样。好，这个韦凯，王波波的勤奋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好，洪冲，王波波的勤奋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 ，very good， 树立了榜样 ，very good。好 ，OK， 王波波的勤奋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 ，very good。好 ，Quiz number 2，棒，榜样，棒球。老板，我要3的鸡肉，好简单哦。老板，我要3的鸡肉。好，鸡肉是 chicken meat， 对不对 ？chicken 很简单，答案是什么？老板，我要3什么的鸡肉，好简单哦。好，什么矮大王又来乱了？好，哈德文说3磅的鸡肉。好，老板，我要3磅的鸡肉。好，春娇说棒。好，贝拉尔不是这个棒，不是好棒棒的棒，是这个棒哦 ，pound。好，好，宋平说老板，我要宋平，你为什么要 muscles？这个肌肉是 muscle 啊，宋平你要3磅的 muscles，you need 3 pound muscles 好，宋平你打错字了哦，是鸡肉 chicken meat， 不是这个鸡肉哦。好 ，Brad 说鸡肉，为什么要3磅的鸡肉？对，因为我们要 I want to be strong， I want to be a muscular man， 所以老板我要3磅的肌肉。I want to be a strong man， I want to be muscular。老板我要3磅的 muscles。好，裴静说：“老板，我要3磅的鸡肉，很好。” Grace， 老板，我要3磅的鸡肉，很好。Magic， 老板，我要3磅的鸡肉，很好。OK， 好，那如果你像理查老师没有鸡肉，你就老板，我要3磅的 muscles， 我要3磅的 muscles 肌肉啊。好 ，Norbert， 老板，我要3磅的鸡肉，很好 ，Very good。好 ，Quiz number 3，棒棒棒榜样榜样棒球棒球，题目是安蕊对什么不是很在行？安蕊对不是很在行。好，各位同学，在行就是 be good at。很在行 be excellent at be excellent at be good at 叫很在行。
对 something 很在行 be good at something， 不是很在行 be poor at be bad at， 很在行表示你很厉害，你很棒哦，不是很在行表示这件事情你不太会，你也不厉害，你也不棒哦，这件事情你不太会，叫不是很在行。好，如果在商店买的话，可以说师傅，麻烦你帮我拿3磅的鸡肉，可以啊。如果他 if you really need 3 pounds， 可以啊。麻烦你帮我拿3磅的鸡肉，很好啊，这个句子很好。好，这个裴静说安蕊对棒球不是很在行 ，not so good at basketball。好，立新是棒球。洪冲棒球 ，Sicon 棒球，雪峰、郝真、贝拉尔都是棒球，宜兴也是棒球。好，我们的这个 The Red 还要3磅的鸡肉。好，我们的 Tom 也是棒球 ，Hardwin 棒球，高杰棒球。好，Norbert 说安蕊对棒球不是很在行 ，Very good， 很在行的意思是 be good at。不是很在行 ，not so good at。好，理查老师的学生对说中文很在行，可以。对，在行就是擅长的意思啊，可以啊。青莹，在行就是擅长的意思。不过那个 position 不太一样啊。如果你用擅长的话，你要说安蕊不擅长棒球。好，安蕊不擅长棒球。好，如果你要用擅长的话，你要 remember the wording, okay, the order of the sentence. 好，各位同学，如果你要用擅长，你要说安蕊不擅长棒球 ，OK？ 所以那个 word order 不一样哦。安蕊不擅长棒球，安蕊不擅长棒球，安蕊对棒球不是很在行。Christina。安蕊对棒球不是很在行。好，雅正，安蕊对棒球不是很在行。Two 跟 Grace 都是一样哦。安蕊对棒球不是很在行。Very good。对，行是多音字哦，这里是在行，不能说在行哦，没有在行这个音，我们说在行。这个字有2个发音，第一个念行，一个念行。如果念行的话，表示 walk。行的话是 walk， 行的话表示 oftentimes you're talking about occupation， talking about the job, the occupation， 我们会说行哦。好，在行，对，就是 be good at。好，最后一题，棒样，棒球。我今天在秤上称的体重是200。什么？好，我今天在秤上称的体重是200什么？好，各位同学 ，once again， 这个我们念称，有的地方会念称 ，OK， 听得懂就好了哦。一般来讲，正确的发音是称，但是很多人会念成称 ，OK。好，答案是什么？对，行跟行这个字是多音字哦。好，对，我们叫多音字。好，这个雪峰说棒 ，Hardwin 说榜样。Oh no， 不是榜样。好 ，Tom 说磅秤 ，Very good。Brad 说棒，很好。好，棒 ，Very good。好，郑娇说棒。好，这个 Brad 也是说棒。好，各位同学，我今天在磅秤，磅秤就是这个东西嘛，对不对 ？Scale， 磅秤。我今天在磅秤，就是那个 scale 磅秤，称的体重，体重就是 body weight 是200磅。这边的磅是 pound 的意思哦 ，the unit of weight 磅的意思。好 ，OK， 好 ，Christina， 我今天在磅秤上称的体重是200磅。Good， 答对了。好，爱语也是磅。立新棒 ，2 棒 ，Baleo 棒。好，宋平说，我今天在磅秤上称的
体重是200磅。Very good， 答对了。好的，各位同学特别记得这个 scale 我们中文叫做磅秤，磅秤。那这个磅还可以当做 pound 这个单位哦。好 ，OK， 这个 unit， 它这么胖，对，你看各位同学，这个女生她太胖了，所以她的磅秤坏掉了哦，磅秤坏掉了，这个女生太胖了，所以这个磅秤秤坏了啊，这个磅秤啊被秤坏了，磅秤被称坏了。好，你可以这样说，这个女孩太胖了，磅秤被称坏了，磅秤被称坏了。你看，磅秤坏了，被称坏了啊。好 ，OK， 好，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先念一下维凯的句子好了。我今天在磅秤上称的体重是200磅。好，Tom问了一个问题，把闹钟设为早上9点30。对啊，可以啊，可以啊。Tom 我们就是这样说，把闹钟设在也可以啊，设在早上9点30，这样就可以了。哦，这个句子是很好的。把闹钟设为早上9点30 ，or 把闹钟设在，你可以用在，设在9点30，可以，没问题。好，我今天在磅秤上称的体重是200磅。啊，写错字了哦，称写错了啊。好 ，OK， 好的，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各位同学不要忘记要帮理查老师点赞。Click likes, OK? Remember to click likes， 帮老师点赞哦，然后关注，还要分享，让更多的同学来听老师的课。那你也可以下载这个 Handbook Free 免费的 application and remember my invitation code VIP111. You can support me by downloading this free app. 好，各位同学，大多的国家不用磅，而是用斤，还会可以啊，磅秤也可以是斤的啊，磅秤可能是公斤的嘛，所以都讲磅秤哦。Brad， 我们都是用这个磅秤哦 ，scale。那如果你是称体重的那个，我们叫体重秤，或者叫体重计哦，那个我们比较小的那种，我们就会说体重秤或者是体重计。那比较大台的 ，bigger one 那种的，我们就叫磅秤。不管是用什么 unit， 我们都是用磅秤哦。好，希望可以按100次赞。OK，please do。好，各位同学来，那明天理查老师邀请了 Ben 老师还有 Tom， 明天我们来谈有趣的话题哦。明天要谈很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想知道明天要谈什么主题，欢迎明天晚上10点半继续来参加理查老师的中文课。好，我们明天见了，各位同学晚安，再见，拜拜。